志祥，结婚纪念日快乐，祝你们一直幸福。志祥，结婚3周年快乐，今晚怎么和季总过啊？身边的人都记得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只有他，我的丈夫季彦明，不，他也许记得，只是不在了。今天的工作报告帮我一下吗？所有人都说季彦礼生性冷漠，我以为我这3年陪在他身边能捂热你，但在他心里我却没有半点位置。我已经累了，是时候放弃这段感情。季彦礼在哪？太太，季总他今天去了珠宝店买了一条钻石项链，现在已经回家了。钻石项链，所以他是记得的，是我误会他了，他只是不擅长表达而已。也许我还能为了我们的婚姻再试一次。周叔，开车回家，快点啊！好的。让我们恭喜小吴在这次科技大赛金铃奖获得冠军。来，让我们为小吴再干一杯，恭喜！恭喜！谢谢。许，不行，这次操作是许无操作失误，导致上千名顾客自身损失。他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不管他。所以，可不可以替他顶罪啊？好，我去自首，所有后果我来承担。好，只要3年，等你出来之后，我一定娶你。出狱后，他确实按照约定娶了我，可这3年来，从未真正看过我一眼。燕礼哥哥，你不是说给我准备了礼物吗？是什么啊？打开看看。哇，太美了！谢谢你，燕礼哥哥。我也开始。好了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哇，喜欢死了！哇，甜蜜啊！是啊。哦，对了，燕礼哥哥，咱们在家里这样庆祝，舒晴姐不会生气吧？不用管他，我跟他本来就只是为了一个承诺结婚的。原来他不是对我不用心，只是他的心从来不在我身上。燕礼，下周是我生日了，我订了餐厅，你能不能……你几岁了？别再因为这种事烦我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互相送礼、虚伪幼稚的把戏。林淑琴，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是想让大家扫兴吗？舒晴姐，你没事吧？燕礼哥哥他从高中开始就这样冷冰冰的说话，让你伤心了。不过你也不要生他的气，我会批评他的。张妈，快去给舒晴姐拿干净的毛巾和毯子，千万不要着凉了。不用了。太太，许小姐也是一片好意，您身上都湿透了，还是去换件衣服吧。我说不用了。燕礼，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当然记得。原来你知道。当然记得。
今天是小雾夺得精灵奖冠军的日子，我们刚好在庆祝。你回来的也是时候，你就在旁边安静的待着吧，别扫兴啊。你虽然是季太太，但是今天这个屋子里的主角是许墨。季太太恐怕不懂得这个奖意味着什么吧？坐牢3年换来的婚姻，还真把自己当季太太了。就是，舒晴姐，之前的事情对不起，夜里哥哥他只是舍不得我受苦而已，所以才让你替我的。你要怪就怪我吧，千万不要生他的气。啊，舒晴姐，你还带了蛋糕？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曾拼命追求你，都替他顶罪入狱3年，真是在他出狱后，就是他履行承诺结婚，整整6年，他的偏爱从未施舍给你一分。林舒晴，他们说的对，你不是这个屋子的主角。汪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多年没见，你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小姐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帮我做的算法系统，到现在还是我们集团的核心架构，圈里人都知道你是精灵奖冠军得主 Q。可那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一点消息。出来了就好，既然答应你了，我就一定会做到。我们先订婚，我不希望你再抛头露面，以后你就在记室做一个秘书，安安分分的待着。小姐，人不要为了一个漏雨的屋檐而放弃整片天空。你说的对，我是不敢再停留在那个漏雨的屋檐下。小姐，这是我联系方式，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，尽管来找我。谢谢你。Will it hold you among the flames? Honey, you're a shipwreck. I can breathe. I can breathe. Water. 哇，你俩真有 CP 感啊！怎么样，喜欢吗？ I can breathe. 滚！ I can breathe water, water. 张妈，哎，太太，你有什么吩咐啊？
帮我把这个交给季艳丽。啊。太太，先生昨天也许只是为了报答许小姐的救命之恩，您再给他点时间。这夫妻之间哪有隔夜仇呀？我已经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，只是他心里只有深爱的许护，哪里会有我半点微词？哎，王特助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，麻烦你走一下流程。太太，您要离职？您不是为了待在季总身边才做这份工作的吗？现在不是了，毕竟他的眼里从来没有我，不是吗？太太，您的工作能力真的很出色，就这样离开，太可惜了。谢谢你这几年的照顾，但我意已决。他的身份不许向任何人透露，他的事也不必向我汇报，一切按照公司章程进行。季总说过，太太的事一切按照公司章程处理。那太太离职的事，季总是应该知道的。林淑晴，给我倒杯水喝。先生，太太不在家了。又搞什么话呀？本人呢？太太一早收拾行李，她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先生，您昨晚把许小姐带回家，太太可能生气了。跟我玩离家出走这一套，林淑晴，这可是你自己做的，别指望我会原谅。穆恩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你准备离职，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？我们正在组建技术核心团队，正需要你这样的精灵奖冠军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会一直等。别跟我玩那些欲擒故纵的把戏。奶奶让我们回老宅吃饭，今晚6点，迟到就别来。这些年在季家，只有奶奶对我很好，就算要和季艳丽离婚，我也应该和奶奶好好告个别。舒淇，考虑好了联系我。谢谢穆恩哥。晴晴回来了，快坐下吃饭。出去这么长时间，终于舍得回来了。正好昌妈这里忙不过来，你去厨房帮着收拾收拾，再添几道菜。妈，我今天累了，不想做饭。他之前总是想尽办法讨好妈，今天居然会拒绝。累？你在办公室坐着能有多累啊？既然这么娇气，不如干脆辞职在家待着好了，省得出去丢人现眼。我已经辞职了。什么？晴晴，别说气话，快坐下吃饭。都坐下吧。过来坐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以前林淑琴都执意要挨着艳丽坐的，今天倒是不吵不闹。以前我为了让你们都认可我，放下一切讨好所有人，以后再也不会。林淑晴，你的婚戒呢？我吃饱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装什么装？还不是平时舍不得的，连这点都不敢承认，比不上许巍一点大气。啊，吃饭就吃饭，提许攸干什么？季艳丽，
许巫是你的匿名，连别人调侃一句你都不愿意。我这个妻子，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他最近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。王特助，我来进行最后的工作交接。快看，那是季太太吧？好漂亮！听说她是科技界新晋的算法天才呢。怪不得季总从来都没有绯闻呢，原来季太太这么优秀啊！隐婚3年，给你当妻子又当秘书，没人知道我是季太太。可现在你却把许雾带来公司，让秘书送杯咖啡过来。林秘书，许小姐要你送杯咖啡。算了，反正是最后一天，就当是我最后一次，再为他冲一杯咖啡。谁让你进来的？舒晴姐，舒晴姐，你不必疑神疑鬼吧？在公司这种地方争风吃醋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抱着我的丈夫，却说我过分，你可真是……这咖啡，舒晴姐，就算你再不喜欢我，也没必要故意烫伤我吧？林淑晴，你疯了！要是吃醋胡闹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配不配？如果是以前，我可能会费尽心思的阻止你们，但是现在，我不会这么做。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再有下次，给我从公司里滚出去！不会再有下次。今天本来就是最后一天，我还要多谢谢你，让我提早离开。见你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。天灵，喝点水吧。平常都是他给我接水的，他最近是怎么了？表现得奇奇怪怪的。李淑晴，每次回来，他不是都会立刻出现吗？今天又在磨蹭什么？先生，您回来啦，有什么吩咐？太太呢？她没听见我叫她。太太，先生，太太她一直没回家呀。没回来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上次给您说过，上次许小姐在这庆祝完之后，她在第2天一早就走了，到现在呀一直都没有回来。先生，您上次真是伤了太太的心了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您这性子太冷了，太太那么好的人被你伤透了心，这恐怕很难挽回了。可笑，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吗？先生，这个是太太之前留下的文件，你还没看？算法协议，他根本不懂这些。难道是因为许雾被媒体称为算法天才，所以他用这个来争风吃醋？哼，真是可笑。不用管他，他一个孤儿，离开了季家还能去哪儿？说不定过几天自己就灰溜溜的跑回来了。难道我当时弄混了？
小雾，聚餐？好，等我。先生，文件可能文件拿错了。文件我已经看过了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不用再说了。哎，先生，这个就是太太给先生的文件。季总，您的咖啡。味道不对，拿回去重做。是，这是新来的秘书第一次做，还不熟练，我马上让他重做。李淑琴呢？让她来做。季总，太太她已经离职了，您不知道吗？什么？离职？太太的离职流程已经走完了，上周就离开了。我已经辞职了。什么？他怎么会真的离职？难道不是嘴上说说吗？可我平时太纵容他了，这次居然闹脾气，又是离家出走，又是拿辞职来威胁。季总，其实太太她不用管他，他一个坐过牢的，没了季家的庇护，还有哪个公司会要的？况且他那么费尽心思的想要留在我身边，要不了多久，他自己就会回来。是季总，太太她当初来公司就是为了离你近一点，她这些年为您的用心，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样的一个人是绝对不会轻易离开的。对了，先生，许雾小姐发来消息，提醒您别忘了去参加梁氏的晚会。去吧。淑晴，参加梁氏的晚会可不能马虎，你这么漂亮，得选一套镇得住场子的首饰。珊珊，不用这么麻烦，简单大方就好。切，又来一群怂货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哎，这位小姐，看看可以，但千万别触碰。我们这条项链可是非洲原石定制制的，独一无二，价值可是4000万呢。可不是你们这种什么随便来的穷酸货都能碰。那边，我们那边可能有一些更适合您消费水平的，需要我带你去看看吗？那边可能有一些过时的款式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狗眼看人低是吧？珊珊，算了，去梁氏工作靠的是能力，又不是靠打扮和昂贵的项链，没必要为这种事争执的。我们走吧。穷酸。干杯！咱们合作顺利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好久不见。梁氏什么时候有这么漂亮的美女了？季总竟然也来了梁氏的晚会，他不是从来不参加这种场合的吗？快看，许小姐脖子上那条项链我见过，听说是一个大佬专门拍卖了非洲原石定制的，价值4000万呢。啊，4000万呢？原来那条钻石项链是季燕离为他准备的，也是，他从来都舍得把最好的给他。你看那人脖子上的项链，多寒酸啊！不会是地摊货吧？就是。你这个季太太是怎么当的？连参加宴会的首饰都要现买？之前在季家，季燕里都不许我参加宴会。李淑琴之前每次看到我都非要跟在我身边，这次竟然视而不见。燕里哥哥，淑琴姐怎么也来了？她已经从季氏离职了，应该是想趁着机会找一份工作吧。淑琴姐她那么喜欢你，怎么可能舍得离开季氏？该不会是欲擒故纵，想趁此机会挽留你吧？不过她穿的这么寒酸，要不你还是给她一次机会吧？
上次烫伤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上次的事是他的错，除非他向你道歉，否则不会原谅他的。是梁总，梁总居然也来参加晚会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没想到季总、梁总居然同时出席了。梁总应该是来找我的吧？我是梁氏特聘的算术讲师，明天就要去梁氏了。没想到梁总还亲自来找我。梁总，您来了，我是许雾。林舒淇，这条项链是我特意为你选的，只有你才配得上它的光芒。天哪，这是欧洲王室典藏钻石，价值上亿啊！重要的是，有钱都买不到。梁总就这么不眨眼的送给他了，这是谁啊？穆恩，这太贵重了，我是入职梁氏，不是来比美的，也用不着去买条项链来给我充场面。你值得最好的。燕里哥哥，舒晴姐跟梁总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么亲密的举动不太合适吧？他一个只做过秘书岗位的人，为什么会被梁慕恩另眼相看？舒晴姐，她真是为了你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舒淇，明天我们技术部会有一个外聘的同事来做培训，叫许雾，成绩非常漂亮。她今天晚上也会来参加晚会，要不要带你去看看？许雾，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你口中的这位算法天才，就是妓宴里的白月光，也是他插足了我们的婚姻。居然是他！穆恩哥，我知道这是以权谋私，但我不想他和我和梁氏有任何关系。我明天就要作为梁氏算术讲师去培训了，我现在先去给他打个招呼。能不能？梁总，你也在这里啊？我是许雾，请多多关照。明明已经灰溜溜的离开了季氏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生了梁总。可你一个秘书，凭什么能够进入梁氏？舒晴姐，你也在这里啊？是来找工作的吗？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？既然梁氏也选择了他，那我不可能与他为伍。等等，舒淇，许小姐，明天的培训安排取消。什么？梁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？舒晴姐，你是不是在背后跟梁总说我的坏话了？许小姐，不管舒晴做什么，我都会站在她这里。原来真的有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。梁慕恩，你凭什么为他出力？梁总，您这个选择怕不是错的吧？您不知道他曾经坐过牢吧？什么？坐过牢？不会吧？看着挺端庄的呀。怪不得刚才有人说他穿的寒酸，原来是有案底啊。也好，让他尝尝被当众揭短的滋味，就知道离开我的庇护，外面的世界有多残酷。您这么看重他，也被他骗了。
许小姐，关于抒情的过去，我想任何事都情有可原，不应该轻易下定论。怪不得讨厌，他了解他多少？梁总，你可真是大度，就不怕他败坏你们梁氏的声誉吗？我们梁氏用人看重的是能力和品性，不过我们梁氏绝对不会用插足他人婚姻、破坏别人家庭的人。莫文哥，谢谢你，你不会怪我害你失去了一位算法天才吧？许雾确实是个天才，不过却比不过你的一根手指。你在大学期间玩出来的项目，至今行业无人超越。抒情，不要怀疑自己，你一直都很好。原来还有人这么坚定的选择我，那我一定不负所望，让梁氏更上一层楼。凭什么一个坐过牢的女人，却能同时让燕里和梁总都对她另眼相看？我不甘心！怎么了？我胸口好痛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可能是之前救你落水留下的后遗症又发作了吧？世情姐姐她挑拨梁总，拒绝让我进入梁氏，我一生气就……原来林淑清还因为之前的事就小我不满。燕离哥哥，我该不会真不到医院了吧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希望这次能让他明白任性妄为的后果。抒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放心吧，莫文哥，我马上就要离婚了，他要和谁在一起，我都无所谓了。妈，林淑晴，燕里病了，高烧不退，你是怎么照顾她的？马上回来！算了，我们还没离婚，就当是我回家跟他说清楚。林淑晴，你终于回来了！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燕里还病着，你不在家里好好伺候她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还真是个丧门星！妈，我有点事儿，刚处理完。有事儿？你能有什么事儿？一个靠我们季家养着的闲人，整天闲吃闲喝的，连自己丈夫生病了都不知道在家伺候着。要你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有条狗知道看家。有医生在，我在不在问题不大。你说什么混账话？还不赶紧给我滚去厨房，给燕里熬点清粥，做点小菜，她醒了要吃。我不去。张妈，你去给先生准备点吃的。好的，太太。林淑晴，你反了天了，敢让保姆去做，我让你去，你听到没有？我说了，我不去。如果妈觉得保姆做的不好，可以自己亲手去。好，好你个林淑晴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行，你不去做饭是吧？把店里换下来的衣服收拾一下，该洗的洗。这点事儿你总会做吧？你不会告诉我，你连这点用处都没有了吧？阿姨，燕里哥哥已经醒了。呀，淑琴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燕里哥哥都生病了，你也不在他身边照顾着，所以他
可真不上心啊！我就算身体再不好，但也知道照顾燕里哥哥更重要。原来我不在的时候，这里早已成了别人的家。我真傻。林淑晴，你什么态度？没看到小吴在跟你说话吗？燕里还病着，你怎么做一个妻子的？你走了以后就不要再给我回来！舒晴，以前我生病，你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，为我做饭，照顾我吃药。你到底要闹脾气到什么程度？燕里，你醒了，来，把这个喝了。来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燕里，你现在虚弱的很，别逞强了。我说了，我自己来。他真的连一句关心都没有就走了？喂，燕里哥，你猜猜你老婆去哪儿了？看来林淑琴已经回公司了。她是入职了公司，但不是在季氏，而是入职了梁氏。你说什么？我也不敢相信，她爱你爱到死去活来，居然真的离开了你。刚才梁氏的朋友告诉我，在梁氏看到了你的前秘书林淑琴。他一个进过监狱毫无工作经验的秘书，去了梁氏能干什么？想必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。那是，像梁氏这种技术公司，怎么可能会给走后门的人好脸色呢？梁氏的人肯定看不惯他，说不定过几天就被赶回来了。林淑琴，你怎么敢去梁氏？这不可能，他明明那么爱我，他只是在赌气，等气消了就会回来，对吧？哎，世晴啊，你上次那个修复真的太神了，我们组都想请你吃饭呢。对啊，你们都太客气了，我们以后还要一起工作呢。那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拜拜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林淑琴，我来找你就是给你一个台阶。你上次对许茹那么过分，竟然跟我怄气留在梁氏。你既然没有算法的天赋，就不要留在梁氏丢我的脸了。梁氏的技术人员都是博士、硕士的科技人员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和他们相谈甚欢。你什么时候懂这些啊？淑晴，我们谈谈。我认为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你为什么要在梁梦恩面前搬弄是非，抢走许物入职梁氏的名额？原来季总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怎么，你的白月光向你哭诉了？回答我的问题，是不是你让梁梦恩拒绝他的？梁总用人自有他的考量，或许是他觉得需要别人替罪才能脱身的人不符合梁氏的用人标准呢。许物的能力有目共睹，就算他去不了梁氏，气势也随时欢迎他，多的是地方让他施展才华。既然如此，季总又何必特意跑来质问我？你去安慰你的许物不就好了？他好像真的不需要我了。我来就是想要警告你，别以为找上梁梦恩就有了靠山。季彦礼，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的吗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就这样离开。奶奶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，已经开始有些怀疑
今晚我订了一家餐厅，就算是演戏，你也要跟我把戏演完。奶奶身体不好，是不该让她担心。趁着这个机会和她说清楚也好。季彦礼，终于还是忍不住要低头了。也是，离开了季家，他还能硬气多久？待会儿我们去一家季家投资的餐厅，虽然在郊区，但环境不错。只要让服务员看到我们两个一起吃饭，他自然会放心。我不是要说这个。怎么了，小吴？夜里，你能来接我吗？这里人好多，我突然心口好闷，好难受。你在哪儿？位置放我。他就在门口，周围都是酒店，人来人往，他自己待一会儿应该没问题。但小吴旧病复发，身边没人，他身体那么差，还是因为我这样的。舒晴那么善良，他会理解他。你先下车，我还有点事情，一会儿回来找你。下车。季彦礼，我知道你从未爱过，可我们既然都已经走到离婚这一步，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？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愿给我吗？伤口这么深，得赶紧去医院。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季彦礼居然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。我带你去医院。原来你丢下我，是因为去找了许护。季氏总裁季彦礼现身，深夜护送许巫就医，两人举止亲密，疑似好事将近。原来不是故意把我丢下，而是着急去找许护。季彦礼，你既然这样不顾我的安危，把我丢在雨中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这辈子从未认识你。伤口啊不算太深，清创后包扎一下就行。近期不要沾水，定期换药，避免感染。注意休息，别让腿部啊受力过多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刚刚那个是你男朋友啊？看他紧张的样子啊，恨不得伤在自己身上。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，是最好的朋友。穆恩哥，谢谢，麻烦你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朋友也好，这么晚了下这么大雨，能及时把你送过来，这朋友啊，够意思。穆恩哥，今晚又麻烦你了，
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莫恩哥。不过，你怎么会刚好路过那里？其实也不是巧合。我原本打算把这个交给你，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，听同事说你上了妓院里的车，我就跟了过去。没想到，打开看看。这个是业内顶级国际算法与应用大会向我们发出邀请，希望我们梁氏派出代表去参加主题演讲大会。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代表梁氏参加大会？莫恩哥，这太重要了，我才刚入职梁氏。舒晴，以你的能力足以胜任。你还记得你大学期间为我做的那个核心系统吗？它的基础理念仍在前沿，这个舞台本该就属于你。6年前，我为了爱情，我放弃了荣誉和事业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比以前做得更好。这次大会居然来了这么多业内顶尖人物。别紧张，舒晴。虽然这次演讲的项目你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，但却在公司获得了一致好评。时隔这么多年，你的专业水平又提升了。是啊，舒晴姐，你那个思路太惊艳了，而且你处理问题的风格特别像，特别像业内顶尖那个大神 Q。哎，梁总，咱们集团的那个核心架构不就是 Q 当年一手搭建的吗？您是不是见过他？是见过，确实非常厉害。燕里哥哥，你看，梁总和舒晴姐，他们好亲近啊。他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耀眼？难道以前在我身边，他一直隐藏自己的光芒？燕里哥哥，他不会是故意气你，所以才故意跟梁总亲近的吧？你想多了，他们只是普通同事。舒晴为了气我，去梁氏集团上班，逼我原谅他。除了我，他不会对别的男人动心的。可是我听说，舒晴姐的那个项目是梁总亲自在带，梁总对别人一向严格，却格外照顾她。燕里啊，舒晴姐，她不会是为了故意气你吧？毕竟她以前也……小沃，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关心这些？我是担心你，你最近因为舒晴姐的事没少烦心。好不容易进了梁氏，却也只能干个打杂的活。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回季氏当我的秘书。我在哪里工作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的许物吧。莫恩哥，比赛快开始了，我们去准备吧。走。燕里哥哥，你说舒晴姐和梁总是什么关系啊？舒晴姐明明对算法一窍不通，梁总却能让她上台演讲。他竟然真的毫不犹豫就跟梁莫恩走了？难道他真的不打算回季氏了？哼！不，他一定是故意做给我看。他没那么大本事，不过是梁莫恩给他个面子，凑个过程罢了。哎，学妹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也来了。学长，你也在这儿？是啊，我们公司也受邀了。对了，学长，我听说你现在在梁氏被挤出了核心技术部。那你知道今天代表梁氏上台演讲的人是谁吗？是谁？接下来有请梁氏代表林淑琴女士上台演讲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您在这儿。林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
这下抒情姐没法上台演讲了。不过她本来也不是这个专业的，梁氏还是浪费一个名额吧。小雾，少说两句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抒情，你没必要为了吸引我的注意而非要上台演讲。你，燕里哥哥，别过去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你要是过去了，抒情姐她会更尴尬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抒情，很荣幸代表梁氏再次给各位分享关于 AOE 项目最新的系统策划。大家请看，此次大会共有5个主题，接下来我为大家一一讲解。真不错，很有新意。他的演讲水平竟然这么好，思路清晰，数据准确，这根本不是临时抱佛脚能达到的水平。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优秀了？好了，此次大会分享结束，欢迎大家收看。确实不错，讲的真不错啊，观念新颖啊，很精彩。梁氏真是人才辈出。感谢林抒情女士精彩绝伦的分享。现在进入提问环节。左手边第4排这位女士，李女士，您提出的动态处理机制非常巧妙，请问您是怎么想的呢？您说的这个机制是我在大学时候就完成的，这几年我把这套机制更加优化运行到项目发行中。各位，林抒情小姐的演讲确实很流畅，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。业内认识你的人都知道，你之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秘书，是怎么突然之间了解到这么多专业知识的？还是说你的演讲稿是别人替你准备的？小雾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刻意？哼，不过他说的也是事实。抒情怎么会突然懂这些？他还真是为了吸引我注意力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好了好了，技术大会还是多关注技术本身。林女士今天的演讲非常精彩，创新点突出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准。我还是想和您多了解一下策划案。黄总，那我们待会儿再聊。林抒情，你非要逼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！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开车。哼，既然你挡我的路，我只能送你去死了。抒情，住手！夜里哥哥，小心！你什么人？小吴，小吴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抒情，我带你去医院。该死，差点弄巧成拙。林抒情，这次算你走运。我先带你去医院啊！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病人失血过多，伤口很深，非常接近动脉，情况很危险，需要立刻进行手术。另外，我们血库库存紧张，需要从其他医院往这调，但是需要时间呀。病人家属来了没有？或者有没有血型相同的朋友？我是抽我的。行，那你跟我过来。
医生，手术很成功，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术后病人身体非常的虚弱，需要住在监护病房密切关注。另外，可能还需要输血补充。如果有需要，继续抽我，我没事。行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先送病人去监护病房。梁先生，你都守了一整天了，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林小姐现在情况也稳定了，有我们看着呢。没事，我想等她醒来，睁开眼的时候，身边有人陪着。嗯。莫恩哥，舒晴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伤口还疼不疼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叫医生过来。莫恩哥，你别急，我没事儿。莫恩哥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哦，最近比较忙，没来得及收拾。季艳里刚刚已经来过了，但公司好像有点忙，见你没醒，待一会儿就走了。莫恩哥，你别骗我了，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真的会来看我？他当时眼里只有他的许屋，哪里还容得下我？恐怕只有我死，他才会觉得彻底清静，没人再碍他的眼了。莫恩哥，我想再拜托你一件事儿。你说，我一定帮你办到。帮我找一个最好的律师，我要和季艳丽离婚，彻底做个了断。既然他一直不肯离婚，那我只能主动去找他了。好，我马上联系律师，安排见面。舒晴，不管你牵扯什么事，需要我做什么事，我都全力支持你。但现在你什么都别想，先安心把伤养好。小吴，你的伤刚刚好，待会儿到了宴会厅，记得别乱用力。我知道了，艳里哥哥，不用太担心。太太，您回来了。叶舒晴，你终于忍不住来找我，不过现在已经晚了。舒晴姐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。这难道不是我的家吗？我不能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了，上次你也受伤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我看你还是不太好呢。季艳里，我有事要找你谈。什么事啊？没空。艳里哥哥，我们待会儿还要去金陵奖的庆功宴呢，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准备出发了。舒晴姐，恐怕艳里哥哥没法陪你了。不过我看你这装扮，应该也是要去庆功宴吧？梁慕恩对你可真好，你这伤都没好全呢，就舍得让你出席这种场合。我是要去参加金陵奖的庆功宴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是来找季艳里的，请你回避。艳里哥哥，小吴，你先去车上等我，刚好
我也有事情要和他说。这是离婚协议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就签了吧。我们的婚姻本就是为了一个承诺，我知道你并不想和我离婚，所以出于补偿，我会把季氏集团旗下子公司的1/3股份以及部分不动产业割分给你。另外，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先不要告诉他老人家身体不好，受不了太大刺激。还有，这个房子如果你想要的，我也可以。好，我没意见。他竟然没有一点不愿意，这么爽快就想和我离婚。果然，我还是高估了他，他怎么舍得真的离开？刘律师，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份协议是否还有任何不合理条款。条款清晰，财产分割比例比较明确。林女士，这协议对您非常有利。那就好。协议我签好了，这份我就带走了。再见，季燕。他不仅利落的签字，居然还提前带来了律师，来防止合同漏洞。难道他早就等着这一天，早就想离开我了？刘律师，离婚的事儿交给你了。好的，李女士，那我先走了。莫恩哥，字签完了。签完了。真的就结束了？结束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不用再为他流泪了。我现在只想捡起那些年被我荒废的事业，我想让梁氏在我带领下更上一层楼。走吧，这些琐事解决了，接下来就要去干正事了。小晴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些还早，但我真的等了很久，很多年。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陪你走完余生吗？他怎么可能答应的这么干脆？算了，他这么爱我，现在不过是逞强罢了。等我庆功宴回来，只要我招招手，他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回到我身边求我。喂，你出来了吗？庆功宴快要开始了。马上出门。先生，我把这些文件整理一下，放到书房。这是林淑琴的婚戒，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些是什么文件？这些是您之前放在书房的那些看过的文件，还有一些是太太的，我还没来得及整理。给我看看。啊，这些是徐务小姐那天晚上庆祝冠军之后，太太在第2天就走了。走之前留下这份文件，嘱咐我一定要交给你。难道这才是之前淑琴要给我的文件？先生，这个是太太之前留下的文件，你还没看。算法协议，原来他那么早的时候就想和我离婚，根本不是一推一荐，也不是故作坚强，他是真的不要我了。原来这些日子不是我施舍般的给他自由，而是他不要我了。我已经辞职了，我在不在问题不大，我在哪里工作用不着你操心。难怪从那天开始他变得那么奇怪，原来他是真的下定了决心想要离开我。后来的每一次见面，也全都是因为奶奶。我还一直天真的以为他舍不得季太太的这个位置，舍不得季家给他带来的优渥生活，说
一直对他的变化视而不见，沉浸在自我满足的幻想里。难怪他刚刚看到离婚协议时毫无意义的签了字，那么的干脆利落。原来不是他等到了我给的自由，而是我多么可笑又自负的在他的判决书上签了字。我不相信他真的要跟我离婚，我不相信他舍得离开我。先生，您没事吧？先生，既然您从心里根本不想和太太离婚，当初何必跟许小姐走那么近呢？您这不是亲手把太太往外推，一次次寒了她的心吗？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陪你走完余生吗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那份离婚协议你连看都不看，那么干脆的就签了，你难道没有心吗？见了，白纸黑字，你我亲手签字，法律马上就会生效。从此，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需要向你解释的。桥归桥，路归路，那是我们整整6年的感情，是你对我付出的一切。说断就断，我不准，我不答应。不准？建议你以什么身份不准？前夫吗？你别忘了，是你亲手递过来的离婚协议。舒晴，那是在一纸借条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。我复婚。机会，建立，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从初遇到结婚，再到一次次冷漠和偏袒许我。我的心不是石头，它也会冷，也会死。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复婚，别再恶心我。舒晴，我知道，你不是喜欢算法吗？其实技术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首席技术官的位置我给你留上啊！只要你想做什么项目，我都可以。建立，收起你那迟来的施舍，你不过是看我在粮食有个热爱的工作和并肩作战的伙伴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放弃现在的一切，去跟一个只会伤害我、让我恶心的人生活？舒晴，别走！齐总，请您放手。舒晴，不要走好不好？你是我的，你只能是我的。建立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听不懂吗？季总，请你自重。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。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夫妻，白纸黑字，刚刚生效。季总，请注意你的身份和场合，不要做出有失体面的事情。我们走吧。舒晴，燕里哥哥，燕里哥哥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这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快准备走吧。哎呀，舒晴姐这才刚签完协议，却转头就抱着梁欢的大腿了，这动作可真够快呢。看来对你是半点心意也没有啊，一点也不留念。既然如此，要不我们一起结婚吧？要不是因为你救我，我会对你一次又一次的容忍和谦让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不喜欢你，现在不喜欢你，后也不会喜欢你。燕里，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呢？我那么喜欢你，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他不要你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，我只爱舒晴一个人，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她一个人。不过是离婚罢了，我可以去把她追回来，就算用我的一生去弥补，我不能让她就这样走了。燕里，你冷静一点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追上去有什么用呢？你就算追上去，除了自取其辱，什么也得不到。是他误会我跟你的关系，必须要跟他解释清楚。解释什么？他不会听的。他
他以为现在靠着梁文就等于攀上高枝飞黄腾达了。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满心满眼全是你的林淑琴了，你就半点没有怀疑过吗？他在梁氏那些风光无限的项目，那些惊艳的亮相，根本就不是靠他自己的本事，那全是梁母恩在背后用钱和资源给他铺路，帮他造假硬捧上去的。你想想，一个做过3年牢，只会做秘书工作的人，怎么可能突然就脱胎换骨，变成一个什么所谓的算法天才呢？他只是梁母恩用来针对你的玉棋子罢了。他的演讲水平完全不像一个初学者，这难道也是梁慕恩在给他铺路？当然，但是骗局终究是骗局，早晚会被戳穿的。今晚金陵奖的庆功宴上，那么多业内泰斗和技术大拿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梁慕恩还怎么帮他造假？到时候他一定会原形毕露，颜面扫地。燕离，这才是你的机会啊！在他最狼狈、最不堪的时候，你像从前那样出现，原谅他，体谅他，告诉他，季氏永远有他的位置，你愿意接他回家。经历过这样的打击，他才会认清现实，乖乖回到你的身边。燕离，让我陪着你去吧，有我在你身边，更能衬出他的狼狈和不堪。到时候，他就会清清楚楚的知道，只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归宿。林淑琴，你的好戏还在后头呢，今晚我就要让你彻底摔进泥里，永世不得翻身。燕里哥哥，只要你表现的再亲密一点，做戏给淑琴姐姐看，她看到咱俩这样子一定会吃醋的，肯定会忍不住过来找你，引起你的注意，这样你就跟她好好解释解释，然后重归于好的。他看起来从未有过的放松和耀眼，离开我，他就真的能这么快乐吗？今晚的庆功宴，各大高校的教授、研究院的院士，业内所有的顶尖人物都会来。这是我等了太久的机会，今天我一定要踩着林淑琴，让她身败名裂，而我当然会一鸣惊人。哎，燕里哥哥，这庆功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别忘了，今晚你才是主角。走吧。这收获不错的。回见。他的戒指在我这儿，为什么手上还有一枚？是谁给的？林淑琴，你凭什么轻而易举得到最好的一切？我绝不允许，我绝不允许你再抢走属于我的东西。说起来，淑琴姐的运气真是好，这么大的场合，如果不是梁总不顾代价极力推荐，以你的经历和实力，怎么可能站在这儿呢？梁总可真是重情义嘛。别理他。谢谢你，穆恩哥。说起运气和实力，我确实比淑琴姐你努力了这么一点点。最近啊，刚好优化了参赛论文的核心算法，这次特意为庆功宴优化了数据，效率啊比参赛时整整提高了30%呢。许小姐真是天才啊，这才几天就又突破了。不愧是本届金陵奖的最大黑马，冠军实力果然名不虚传，未来可期啊！恭喜！不过，算法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直面数据提升速度有多快，而在于它是否真正理解去解决实际问题。你说对吗？当然，淑琴姐说的对。不过，我相信以我的努力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就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更扎实、更惊人的成果，真正推动行业进步。他真的再也没有多看我一眼，甚至一个余光都没有。淑清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能原谅我？
林淑晴，你等着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我都要亲手毁掉。学妹，这个是你要的东西。很好。这篇论文是从梁氏的档案里翻出来的，我查过了，没在国际上发表过。别的呢？学妹，那个东西是拿到了，是部分项目后台的原始数据，但是……很好，快给我。梁慕恩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宝吗？我倒要看看，如果项目的核心数据提前被泄露，梁慕恩还会不会同意那个坐过牢的女人有价值？但是学妹，这个数据有点奇怪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奇怪？哪里奇怪？别吞吞吐吐的。我按照你说的潜入了项目数据库，找到了标记为最底层、最核心的算法模块文件，但是那个文件的创建者和最高权限修改者署名是 LSQ。LSQ？梁氏什么时候招了这么个高手？没听说过啊。我一开始也没注意，以为是哪个新来的工程师。仔细研究了一下那段核心代码的架构风格和逻辑思路，和那位算法天才 Q 如出一辙。林淑晴，好啊，好一个林淑晴！我说呢，他一个半路出家、根本没系统学过算法的人，怎么敢在国际大会上侃侃而谈，还拿出那么扎实的项目？原来他所有的策划、所有的成果，都是抄袭算法天才 Q 的。没错。梁慕恩想不遗余力地捧他，那我就让他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哼，林淑晴啊，这次庆功宴，我看你怎么翻身。你和我离婚那么干脆的签字，都是为了他吗？梁慕恩有那么好？许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这届金陵奖大赛的冠军，实至名归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是啊，许小姐，您后续对于这项获奖算法的应用与深化，请问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？我们都非常期待。感谢大家的夸奖与厚爱。说起学术规划，我相信学术进步离不开公开和透明。借此机会，我郑重提议，本次大赛所有获奖的论文及其核心数据立即公开，供各位同事、前辈以及感兴趣的人一起查阅讨论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有人投机取巧，才能维护我们学术圈的纯洁性。林淑晴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哼，荒谬！这样一份抄袭、缺乏学术诚信的论文，竟然能够获得金陵奖的冠军。这位老先生，请您注意言辞。我的论文可是经过组委会层层严格评选出来的冠军，您不要随便污蔑人好吗？天哪，这不是陈院士吗？就是国内最顶尖的科技院的陈院士。陈院士德高望重，绝不会信口开河。难道许小姐的论文真的是抄袭的吗？陈院士都出面指认，以许护的能力，获奖本该轻轻松松，他为什么又要抄袭？难道他以前获得的那些奖项和赞誉，也都是假的吗？这篇论文和当年 Q 在学校发表的简直一模一样。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崭露头角，流传不广，所以你们没有看过也很正常。但是这篇论文瞒不过我。陈院士，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。实不相瞒， Q 正是我追求学术路上的偶像和一直努力的目标。我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，确实反复深入的学习了和借鉴 Q 的一些核心算法的方法论，所以有些地方相似也是正常的。怎么回事？学长不是说这篇论文会有人知道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受偶像启发，偷换概念，这在学术中倒也常见。你这套说辞，把偷换概念玩得很熟练啊。
把核心技术的高度雷同，轻描淡写的说成是对偶像的启发，这难道不是学术不端中最常见的借口吗？你这不叫致敬，叫抄袭，而且还是拙劣的，毫无创新。就这样，还敢大言不惭的以天才自居，站在这里受众人的赞赏。金陵奖的冠军论文竟然是抄袭的，这简直是世界丑闻啊！真没想到许小姐居然是这样的，这下还自夸自己是天才。快！我没有抄袭，你们胡说！你们都闭嘴！你凭什么只指责我一个人？要说模仿，甚至抄袭 Q 风格的人，恐怕不止我一个人吧？你们为什么不仔细看看他的论文？林淑琴的这篇关于 AOE 网络深度优化的论文，其核心逻辑、算法结构的精妙之处，难道不比我的更像 Q 的风格吗？甚至比我的更像。你们不妨想一想，一个几个月前还对高等算术一窍不通的人，一个只知道做秘书工作的人，怎么可能突然写出大师级别的论文？雨雾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相信我，只有这样才会让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，才会记起你的好，才会乖乖的回到你的身边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当然，你不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被转移了吗？大家已经开始质疑他的论文了，很快他就会需要你的保护，乖乖回到你的身边了。许小姐，在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之前，先把自己身上洗干净，再急着攀扯别人。既然你说自己是清白的，那你敢不敢让在座的各位权威专家当场鉴定一下你的论文呢？妙啊！这篇论文的解决逻辑，这里关于底层的算法结构确实和 Q 的一模一样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专家说他的论文跟 Q 一模一样的，可是这署名怎么是林淑琴呀？这难道是最明目张胆的抄袭吗？甚至可能是他盗窃了 Q 未公开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。林淑琴，我知道你急于证明自己，彻底摆脱过去不堪的自己，但是你也不能做出学术盗窃的事情吧？这可是比我的问题严重多了，这是对整个学术界的侮辱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各位专家亲口认证，他的论文从风格到内核都跟算术天才 Q 的风格一模一样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许小姐，请您谨慎，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，公然指控他人抄袭，而且是指控一位真正的天才，这是对学术界精神的亵渎。梁总，我知道你对他青睐有加，可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啊！各位专家说的话难道有假吗？淑琴在大学期间就是公认的算法天才，我梁氏集团至今仍在高效运转的核心算法技术，可最初方向就是他在大学期间的课程设计。况且，这次论文本该就是他。梁总，您不能这么包庇他吧？许雾的话虽然说的难听，但也不无道理。专家的鉴定结果就在这。林淑琴，你要是真的做错了，抄袭，就赶紧认错吧。我没有抄袭，而且就算要审判我，也轮不到你在这说三道四。专家的鉴定结果就在这，证据确凿。你老老实实跟我回技师，安心做秘书。梁慕恩终究是外人，他不可能帮你一辈子。亚里哥哥说的是。够了，你们的臆想和污蔑到此为止。既然你们如此执着于追问，为什么林淑琴的论文会和 Q 如出一辙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他，林淑琴就是 Q 本人。什么？他居然是 Q！ 他竟然是 Q！ 他居然是 Q！ 什么？真的假的？你是 Q？ 天啊！林淑琴就是那个神秘算法天才 Q。梁总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撒一个轻易就能被戳破的谎言吧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 Q？
林淑清，一个为了你什么都能放弃的女人，她怎么可能是那个高高在上，让无数人仰望的天才算法 Q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是你，一定是你！你为了帮他脱身，为了掩盖他抄袭的丑事，所以才编出这么荒谬的谎言，对不对？许小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可悲幻想里吗？你引以为傲的那些突破性算法思路，只不过是抒情在大学期间随手写写，未曾公开的边角料。现在说这些没有什么意义。当初是我把未来信系于外人，放弃自我，一心扎进技术。如果我能早点清醒，专心钻研算法，也不至于到今天以这种方式重新被大家认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如果你是 Q， 你怎么会默默无闻？怎么会甘心窝在季艳里身边，做一个端茶送水、处理文件的小秘书？林淑清，你说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？骗了艳丽，现在又骗了梁伯恩。够了！我可以向所有人证明，林淑琴，她就是 Q。真的是 Q 啊！就是他呀，真厉害啊！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，也是我从事科研工作数十年来唯一一个可以称得上天才的孩子。他的天赋和成就无需向任何人证明，更不容任何人玷污。天啊，林淑琴竟然是程院士的学生 Q， 居然是 Q， 算法天才 Q， 他居然一直在我们身边。骗我！你们都在合起伙来骗我！陈院士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是不是被他给蒙蔽了？他怎么可能是 Q？ 许小姐，你只是自己骗自己罢了。淑琴一直是我教学生涯当中最让我骄傲的学生，没有之一。他当年的天赋、洞察力以及取得的成就，即便是到了今天，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超越。可是后来毕业后，他就毅然离开了学校，彻底放弃了科研这条路，甚至于断绝了和以前的所有联系，杳无音讯。我真的对你很失望，很痛心。我曾经认为一颗本应照亮未来的巨星就此陨落。差一点啊！陈老师，对不起，是我当初太任性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辜负了您的栽培和期望。原来这么我，竟然是那个让整个行业都为之疯狂的天才，我竟然一无所知，还一直以为他只是个需要依附季家的普通女人。徐小姐，鉴于目前已确认的学术不端行为，你本届的金陵奖大赛冠军已正式取消。同时，组委会经决议，将永久取消您参加金陵奖大赛以及相关学术与活动的资格。以后这行他就别想混，学术圈最忌讳的就是抄袭作假。哪个正经公司和研究院用一个有严重学术不端记录的？这就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之前啊，媒体捧多高，现在啊，摔的就有多惨。舒晴，季艳丽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你的戒指我找到了，你之前不是最珍惜的吗？不管走到哪都会戴上。你看，它还在，我找到了。我们的婚姻季艳丽，你错了，这早就不是我的戒指。你不喜欢这个款式了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去买新的，换一个更大的钻石好不好？我们季艳丽，你忘了，在你亲手递过来的那本离婚协议书上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所以，还请你放开我的手，去找你的白月光，许小姐。季总，请您放手。舒晴，之前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对，我只是被许雾给蒙蔽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不好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我这么绝情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离婚？是不是因为他？你们俩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？季艳离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请你注意你的言辞。艳丽哥哥，看，季艳离，你和许雾还真是天生一对，永远都只会用最龌龊的思想去揣测别人。既然你要这么想，那也可以，随便你怎么认为。反正你和许雾不就是这样对我的吗？过去整整3年，
无论风雨，永远都是他围在我的身边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他决绝的样子。原来他下定决心离开我的样子，这样的坚定，这样的永不可及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我们3年的感情，那么多的日夜，我不信你就这样忘了。一定是在跟我怄气，等你气消了，一定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徐小姐，请您正面解释一下您的冠军论文涉嫌学术造假一事。你欺骗了无数粉丝和同行，难道不该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和道歉吗？虽然他今天所作所为令人不齿，抄袭造假，还企图诬陷抒情，可他毕竟当年是为了救我才落下了心脏救急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昏倒在这里，无人理会。季总，请留步，我是市医院的主任医生，也是本次大会主办方特邀的医疗保障人员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为许小姐做一下初步诊断。那就麻烦刘医生了，他有心脏救急，刚才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才突然昏厥。脉象平稳有力，节律规整。不对啊，季总，从脉象上看，许小姐的心脏非常健康，并没有你所说的任何救急问题。他亲口跟我说过，他当时为了救我落水伤了心肺，这些年一直静养。我的医术和判断绝对不会有错，我以我行医20年的声誉担保，许小姐的心脏功能完全正常。燕里哥哥，可能是我太虚弱了。你的救急不是说为了救我留下的病根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昏迷起来，明明看到有人跳下来救我。我醒来后，医院的人员告诉我，救我的女孩就在隔壁病房休养。这边请。救你的那个女孩就在这个房间休息了，她是真厉害，撑到救护车来了才晕过去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办理出院。你自己也刚落水，肺部还有积水，还没恢复好，确定现在就要强行办理出院吗？如果不是你救了我，那是谁？告诉我，当时救我的人是谁？当然是我呀！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？除了我还能有谁啊？是抒情是不是？跳水救我的人是林抒情，对不对？我当时醒来在医院办手续时看到过他出院。你记错了，燕里哥哥，你当时太虚弱了，出现幻觉了。你不能因为今天的事情就冤枉我呀！那个地方那么偏，只能时刻关注着他，还有谁能第一时间发现？我怎么会把这事情忘了那么久？你真是混蛋！抒情，高中失足落水，那个义无反顾跳下去救我的是你吗？姑娘，刚刚你救的那个男孩现在已经醒了，情况也稳定了。你拼了命把他拖上岸，差点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。你去看看他吧。不用了，只要知道他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他不喜欢别人追着他、缠着他，我就不去打扰他了。是我。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肯告诉我？为什么你不肯让我知道？就因为我以为是许巫救了我，这些年我在一次次的容忍他，一次次的觉得我亏欠他。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们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你听我解释，他在骗你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对许巫另眼相待，百般呵护。季彦霖，你连你的救命恩人都能搞错，真是可惜。林抒情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救燕里的人当然是我。你别忘了，当年燕里哥哥为了我，亲手把你送进监狱，在他心里，你也是个罪犯。什么？Q 大神，
进了监狱了。在座的各位，想必多少都听说过当年季氏集团那桩震惊业界的暴雷事件吧？季氏集团的内部人员因为违规操作，导致几个重要客户损失严重，险些造成那个项目的系统性风险，而他就是当年法院认定的直接责任人，就是他。刚刚你们还在追捧的天才少女林淑晴，入狱3年，刚刚刑满释放，一个有着这样历史性污点的人，梁氏也敢委以重任。我想起来了，是这么个案子，当时闹得很大，没想到是他。林小姐，请问许小姐说的是事实吗？您真的有过入狱经历吗？可是如果是 Q 的话，那样的天才怎么会犯如此低级，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操作错误呢？林淑清，你自己说，你进没进过监狱？你敢当着业内所有的前辈和媒体的面大声否认吗？林小姐，请您正面回答，您是否真的因经济犯罪而入狱3年？您曾高调回归以 Q 的身份亮相，是否是为了掩盖您不光彩的犯罪记录，为自己洗白？梁总，梁氏集团是否早已知情，并刻意隐瞒包庇一名有案底的人员担任核心技术岗位？其实是不是他，当年应该为那起事件负责、应该坐牢的人，不是林淑晴，是许雾。燕离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不能说。3年前，既是核心系统的漏洞，根本就不是因为林淑晴的操作失误而导致的，而是因为许雾急于表现，违规操控，绕过安全协议，才导致了大量客户信息遗失，造成了巨额财产损失。事情发生后，说他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就此毁掉，我一时糊涂，我心软了，帮他做了伪证，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毫无防备的林淑晴，害他吃了本该不属于他的3年委屈。燕离，你说过你会保护我一辈子的，你不能说出来。我保护了你3年，却因此辜负、伤害了淑晴3年。我不想了，也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。我会报警，并将所有证据全部公之于众。我也愿意为我当年做的伪证承担所有法律后果。天啊，竟然是顶罪！不行，燕离，你是我会永远保护我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怎么能出卖我的？我拼尽了全力去保护的人，却一直在对我撒一个弥天大谎，害得我伤害了那个最该被保护和珍惜的人。秋啊，这场由你我共同出演的闹剧该到此结束了。监理，询问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们2人涉嫌参与3年前季氏集团经济案，涉及作伪证、诬告陷害及包庇罪犯等严重行为，请立即配合我们回局里接受调查。不要抓我，燕离，是我，你救救我！除此之外，询问，您涉及近期一宗故意杀人未遂案，林淑晴女士日前遭遇的持刀袭击，就是你幕后雇凶所指使。那场自杀竟然是你安排的，你怎么如此丧心病狂？不是，我明明没有留下任何证据，怎么会被发现？许雾，天网恢恢，你犯下的恶终究会回到你身上。淑清，那是你自找的。如果没有你，叶离哥哥早就跟我结婚了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如果那一次你死了，一切都会回到正轨。叶离哥哥会一直爱我的。够了，许雾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是你一直用救我这个事来骗我。我们的感情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笑话。你胡说！你在骗我！更可笑的是，淑清本该是被我好好保护的，却被我连累了那么久。我会全力配合警方工作，相关的所有证据，稍后我的律师会同步一一交给警方。林淑清，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淑清，对不起，我知道这一声道歉来得太迟太轻了，根本无法弥补你这3年受的委屈，哪怕是1/1000。监理，以后你我从此各西东。
休息一下，刚煮好的，你最喜欢的摩卡。AOE 项目比预期快了整整2个月，董事会看了中期报告，赞赏不绝。舒晴，你总是能给人带来惊喜，一次又一次。是你给了我足够的信任和毫无保留的支持，还有这个能让我尽情舒展的舞台。在这里，我才感觉自己真正的活着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，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。机会是给你了，但抓住机会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好，靠的是你自己。舒晴，我一直都相信你可以的，永远比你想象中更加强大。穆恩哥，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给我的这枚戒指吗？舒晴，这几日我想清楚了很多，我会忘了过去，也看清楚了未来。我终于真正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。是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力量和勇气，也让我真正明白，爱情不该是，也不会再是我人生的全部意义。穆恩哥，我收到了顶级学府帕森斯的录取通知书了，下个月我就要去纽约了。一定要走吗？我们之间就没有一点可能吗？穆恩哥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之一，但有些路我终究要一个人走。我不想成为谁的附庸，哪怕是光明美好的附庸。我要去更广阔的世界，成为真正独立的、自由的林舒晴。好，去飞吧。我会在这儿一直等你，不管多久，梁氏一直给你留位置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更好、更善良的林舒晴。谢谢你，穆恩哥。爱情从来不是最终的作品，梦想才是。现在我终于学会了，要把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再为谁停留，不再为谁迷失。我是个愿，我是林舒晴，我的世界才刚刚开始。